怀孕5个月才知道我的夫君是渡劫的佛子，他本该和我妹妹在一起，而我是十恶不赦的恶毒女配。佛子饶命，我这就打掉！一把打翻红花水，本该清冷的佛子眼里都是疯狂，就这么不想生我的孩子。我瑟瑟发抖，这么和说好的不一样。清冷佛子变成黑化偏执狂。大家好，欢迎收看达达听书。夫人，这个桂花糕是在荣锦阁买的，你尝尝。我的夫君魏勋正笑得温柔，他本就生得极好，这么一笑，更是天上的星辰都黯然失色。可我却有些瑟瑟发抖。是呀，公主，您快吃吧，肚子里的小公爷淘气，都5个月了，还折腾得您吃不下饭。驸马这可是特意的绕了大半个京城给您买的。丫鬟还以为是我发脾气不想吃，要是以前我确实有公主的高傲性子，仗着怀了她的骨肉在魏勋面前撒撒娇，可是现在我不敢了。魏勋也不急，放下桂花糕，摸了摸我的肚子，温热的大手覆上我的肚子，肚皮瞬间就一紧，我腿一软，差点给他跪下。魏勋面色不好，蹲下身子望着我，是哪里不舒服吗？声音温柔又有耐心。我知道自己的脸色惨白惨白的，不好看，点点头又摇摇头。可魏勋跪在我面前，我是真不敢当啊，因为我知道现在眼前的一切都是假的，包括魏勋对我的温柔体贴。我们现在所在的世界不是真实的，只是一个类似画本的幻境，剧情走向都已经设定好。魏勋是男主，他本应该和我的妹妹在一起，而我是个十恶不赦、强取豪夺的恶毒女配，为的就是在给魏勋和我妹妹的感情路上添堵。因为这个世界，包括我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帮助魏勋渡情劫。魏勋本是9天最尊贵清冷的佛子连尘，他无爱也无恨，代表了天下苍生万物的慈悲和永恒。他没有七情六欲，心中只有苍生。苍生在，他便在。可千万年过去，难免不会沾染浊气，为了保持高洁，连尘需要渡情劫来洗去浊气。只是下凡渡劫变数太大，于是司命就制造出了这么一个幻境。千算万算还是出了变数，那就是我。我这个本该当绊脚石的恶毒女配，9天佛子连尘身边的小小仙士，却占了比天还大的便宜。不光玷污了魏勋的心，还得到了他的人。要知道，按照司命的剧本，也只是到了魏勋和女主之灵仙子经过一系列坎坷互通心意后戛然而止，而我却和他成了亲，吃干抹净，还怀了他的孩子。我冷汗瞬间就下来了，看着魏勋炽热担心的目光，我觉得自己的死期不远了。司命大概也是看不下去了，特意的来点醒我，虽然木已成舟，可是现在悔悟还有些许挽回的机会，以至于我之后死的不会那么难看，也许还会留我一丝仙灵让我投胎。魏勋不知道我的心思，他一把把我打横抱起，快去请太医。房间里，他热切地握着我冰凉的手，我干笑几声，想要抽出去，却被他紧紧地握住。好在下人通报说父皇来了，魏勋这才松开。他体贴地帮我掖了掖被角，我去外面等，你好好的和父皇聊聊，有事叫我。他越是体贴，我越是惶恐。在他起身的时候，我拉住他的手。魏勋立刻半跪在床边，轻抚着我的手背。怎么了？轻柔的让我有种错觉，我真的是他深爱的妻子。如果我做错了事，你会原谅我吗？我的真身是条锦鲤，被连尘养在灵河池里，因为吃了灵河的花瓣，幻化成人形，就留在连尘宫中当了仙士。有次我值夜，见他被子踢了，想要帮他掖被子，谁知道却不小心闻了点的安眠香，睡了过去，没想到入了他的梦。梦里就是当初我真身跃出水面，吃掉灵河花瓣那一天的画面。我才知道，原来平时看着不食人间烟火的连尘佛子，居然是个小心眼。因为梦里我真身锦鲤上面的花纹分毫不差，就连灵河花瓣有几瓣如何层叠，我吃完花瓣落入水中的水花都一模一样。要说我这当事人记得清楚，那是应该，可他不应该记得如此清楚，说明当时是真的入了心。梦里锦鲤真身化人，一道金光闪光，连尘目光追寻，一转身就见到了我。我一时结巴，佛子。连尘本还算平静的表情瞬间冷了下来，然后我就被他罚去打扫了灵河池整整1年。夫人做错什么我都会原谅，只有一样，
我被魏勋的声音打断，回过神来，他目光变得锐利。什么？魏勋刚要开口，父皇就来了。魏勋恋恋不舍地离开，临走时冲着父皇行礼，父皇却没理他。门被关上，只剩我们父女2人。我儿啊，幸亏你没事，不然真要担心死了。这个幻境中，除了我和连晨，还有芝灵仙子外，都是幻境幻化，可父皇却让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亲情。没事，太医来过，说只是有些疲劳罢了。父皇叹了口气，当初你非要嫁给他，不然现在也不会受这个苦。父皇总以为魏勋会冷淡我，让我生怨。要是以前我会告诉父皇我很幸福，可现在这些都是我将来清算的罪责。幻境里我从小就喜欢魏勋，仗着父皇的宠爱长大后撒泼打滚的求了父皇赐婚。魏勋本来不同意，谁知道有人下了药，我和他生米煮成了熟饭。成亲之后，在我的步步柔情下，魏勋排斥的心被逐渐的瓦解，也慢慢的断了和芝灵仙子的来往，竟然一心一意的和我过起了日子。我坐立难安，让人叫来了魏勋。魏勋和父皇行礼后，赶紧跑到了床边。怎么样，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摇摇头，明日的祈福我是不能参加了。不去了，我在府中陪你。不行，公主府怎么不参加？你和芝灵公主去吧。我故意的用公主的身份压她，要知道从小到大我从来不舍得用身份压她。父皇还以为我想明白，立刻附和，驸马是想抗旨吗？魏勋紧握双拳，然后又松开。我站在公主府门口，面色故作强硬地望着魏勋。魏勋一脸的不舍，却被我的脸色吓到，害怕我动了胎气，只得爬上了马车。我故意的没派马车，魏勋只得和芝灵公主一个马车。魏勋从车窗探出头来，目光幽怨，这可是连晨从未有过的表情。短短20年，让我见识到了九天佛子的最为人性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值了。当晚我睡得有些不安稳，人啊，就是矫情。我和魏勋同床共枕不过半年，竟然已经成了习惯，他不在我还睡不着。加上肚子有些不适，我翻来覆去，一直睡不踏实。直到听到门吱呀一声开了，有人带着一身深夜的清冷躺在我身边。你怎么回来了？是魏勋。我一时惊讶地张大了嘴。魏勋冲我疲惫的一笑，还是惊扰了你，我担心你，所以祈福完就连夜赶了回来。可是一来一去最少要1天，还不加上祈福繁琐的过程。我骑了快马，路上还被马甩了下来，摔伤了手。魏勋最清楚该怎么让我心动，他委屈巴巴，一时我色迷心窍，我看看也不管用。说着他靠了过来，双唇还带着微凉的气息。我心跳如鼓，瞬间就想起了很多面红心跳的回忆。要是让大家知道9天清冷佛子如此贪欢，是不是会惊掉所有人的下巴？我问过太医，太医说可以。我刚要开口，就听脑海里有人喊我，小夭夭，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司命的声音，我瞬间清醒过来。然后我立刻意识到，是不是以前我和魏勋的床子间的事情都被他看了个满眼。小夭夭，现在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难道你想让剧情彻底的崩坏吗？司命的语气有点不自然，我咬咬嘴唇。算了，我不和他计较了，反正等连晨渡劫结束，自会收拾他。我罪责难逃，司命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么想，我倒是放松下来。现在重要的是尽可能的挽救剧情。我困了，我正脱开魏勋的怀抱，往床里躲了躲，背对着他。魏勋还保持着刚才的姿势，好一会儿才收回。屋子里黑乎乎的，只有窗户透过一丝月光。我有点后悔背对着他了，越是看不到，其他感官越敏感。我能感觉到他修长的手指扯着颈背，紧紧地握住。夫人，我的手摔破了，一个好大的口子，你不是最喜欢我的手吗？你帮我上药好不好？我不想留疤。他手最好看，骨节分明，修长白皙。其实我以前并不是生活在灵河池里，而是9天战神赤练上神的水池里。有次连晨坐在我的池边，修长的手指划过水面，我找准时机嘬了他一口。我还记得当时连晨轻蹙着眉头的模样。他本是找赤练上神谈事，
可是过程中他总是盯着自己的手指看，结果回去时就和上神把我讨了回去，养在了灵河池里。连晨几乎每日都要来灵河池边坐一坐。灵河池十分冷清，大大的池子里居然只开着一朵灵荷，白色的花瓣只在顶端染着淡淡的粉色，被一片荷叶托着。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好看的，能让连晨天天都来。我虽然没有开智，可是也隐约的知道连晨不好惹，每次嘴欠的时候都改去嘬那朵灵荷。池边连晨眸光跳跃，让人看不懂。可是我在幻境中从未说过自己是手控啊。魏勋又靠了过来，我心里有些乱，司命又在那里啰嗦。我狠狠心转过身子，然后一脚把他踹下了床。空气瞬间凝固，不光是魏勋不敢置信，司命也没了声音。小夭夭，你真够可以的。好一会儿，司命的声音才重新响起。除了这个，我还有其他办法可选吗？与其让事件发生，佛子恢复记忆杀了我，还不如现在对他狠点，起码也算是保全了佛子的名声。我在脑海里回复司命。魏勋还保持着倒地的姿势没动，我有些不忍，毕竟他是连晨佛子，这么躺在地上也不好。我刚要张口，魏勋就慌乱的想要起来，结果手一撑地就摔了下去，也不过是闷哼一声罢了。跌跌撞撞的走到门口，魏勋回过头，夫人你先休息。我哪里睡得着？浑浑噩噩的到了天亮，一整天都没有看到魏勋。丫鬟还以为我和魏勋吵架，在我面前极力的劝说我。公主啊，驸马爷对您绝对是一心一意，夫妻哪有不吵架的？俗话说床头吵架床尾和，您就别为难驸马了。我哪里是为难他，我这是为了保全他的名声，还有我的小命啊。我有苦说不出，还落得个耍性子的名声。晚上魏勋推门进来，却发现门被我锁住了。本公主怀孕不适，还是分床吧。门外沉默了好一会儿，魏勋的影子落在窗纸上，半晌才有一个字，好。之后几天，魏勋一直情绪低沉，但是对我的体贴还是没变，搞得公主府上下都觉得是我欺负了魏勋。司命不停地催促我赶紧让剧情回归正轨，每天都在我耳边说的都起了茧子。就在我正愁找不到机会的时候，本朝将军大胜而归，父皇要举办宫宴给将军庆功，几乎所有的王公大臣都要参加。这是个好机会，撮合魏勋和芝灵公主旧情复燃的好机会。一时高兴，我对魏勋也多了些笑脸。魏勋见我心情不错，小心翼翼地靠了过来，扶着我的腰。夫人小心，那模样多少让人有些心疼。小夭夭，道心要稳啊。司命的声音突然蹦出来，让我心烦意乱。我和芝灵的位置挨着，落座的时候，我特意的让魏勋坐在芝灵旁边，而我则远远地盘踞在长椅的另一边。我怀孕不宜饮酒，你陪着妹妹吧。这理由很充足。芝灵倒是大大方方地和魏勋喝了几杯，举手投足之间丝毫看不出来两人之前的情谊。魏勋更是敷衍地点点头，光顾着自己喝，一点复燃的样子都没有，耳边司命又死命地催促。我心不在焉地拿起茶杯，想要降降心火，手却被魏勋捉住。夫人，不能饮酒，还是喝茶吧。他不知道什么时候靠了过来，脸离得我极近。我咽了咽口水，才发现我拿错了杯子。我手一松，抑制住内心的搅动，多谢。听到我说谢，魏勋给我拿茶杯的动作一顿，夫人怎么对我如此客气？和前几天萎靡的状态不同，现在的魏勋身上有着颇似连晨的威压，让我浑身不自在。公主许久不见。一道声音打断了我和魏勋之间怪异的氛围，是大胜而归的将军赤练，也是9天战神赤练，我的老东家。其实司命是做了万全的准备，幻境里将军和我是青梅竹马，只不过竹马不敌天将，认识魏勋后，我就化身恶毒女配。将军对我痴心不改，牵制了我不少精力。这样剧情既能产生波折，又不至于太过分，毕竟连晨是9天佛子。可不知道为什么本该平静的幻境里竟然出现了战争。赤练派兵平定，没有了他的阻止，这才让我得逞。说到底还是司命出了岔子。司命咳嗽几声，我正在查看，先不说这个了，走剧情吧。赤练虽然笑着，可是视线落在我的小腹上，
像是要喷出火来。我是整个幻境中唯一觉醒的人，可也不是什么好事。赤练战神多高傲一个人，居然为了连城渡劫肯和我这么一个小小仙士走感情戏，不枉他们万年的友情。看着周围一圈大神，我多少有些惶恐。小夭夭快啊，让剧情回归正轨。将军，恭喜你旗开得胜，大胜而归。公主，我本以为这次战胜回来可以和皇上请求赐婚，没想到短短1年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赤练直接打断我，他也是大胆，居然说得这么直接。魏勋起身接过赤练手中的酒杯，一口干掉。遗憾将军没有参加我和公主的婚礼，等将军休整后，我亲自登门邀请将军来公主府小聚。赤练酒都没喝，冷哼一声，拂袖而去。宴会被这么一闹，多少气氛有些不对劲，两人目光交锋，还真有点情敌的味道。我本就怀孕耗费体力精力，又加上最近操心渡劫，宴会半路我就撑不住了，早早的退了席。回到公主府，我刚要关门休息，就被一双大手阻止。魏勋喝了酒，呼吸间带着淡淡的酒气，可眼里却清明一片。是因为这个吗？什么？我没明白。魏勋嗤笑一声，进门。他步步紧逼，直到我跌落在床上。想起身，又被魏勋压了过来。他双手撑在床上，小心地避开我的小腹。我怂了，不管他现在是魏勋还是连城，渡劫结束这段记忆，他还是会保存的。你别生气，那天我不该踹你，事后我让丫鬟给你送了药。你是不是还喜欢着赤练？我之前说过，你做错什么我都会原谅你，不管是打我骂我，可我有一样，那就是你喜欢上别人，我永远不会原谅。我惊呆了，没想到魏勋这么会联想。我刚要说话，司命激动道：对，就是这样，小夭夭你终于上道了。我还能说什么，只能随便的敷衍一句，你不是也喜欢之灵吗？魏勋一愣，还以为我转移话题是默认了他的说法。刚才那点表白的真情实意瞬间被愤怒取代。咬牙切齿，我不喜欢之灵公主，一直都不喜欢。我被他压着双手，也有些急了，我就是不喜欢你了，你本就应该和之灵在一起。他看了我好半天，像是要确定我说的是气话还是真话，可半晌也没有看出异样，突然像是泄了气的皮球。既然你不喜欢我，为什么又要招惹我？像是问我，又像是自言自语。我坐在花园里发愁，那晚魏勋丢下一句绝无可能之后就走了，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绝对不会和之灵在一起，还是小夭夭，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劲。丫鬟都被我挥退，我叹口气，一直都不对劲。不是，剧情好像越来越不对劲，和我当时设定的不一样啊。早就不一样了。我也没心情和他掰扯，累了，毁灭吧。现在魏勋对我有多深情，归位后我就能想象得到连城的脸色有多难看。不行，我要下猛药了，改变剧情。什么意思？我隐约的有种不好的预感。司命嘿嘿一笑，既然佛子现在神志不清明，那我就推他一把。这话我听着多少有点不好受，可又没有毛病。魏勋喜欢我，全是因为他神智被蒙蔽。9天上，高位者都是分身渡劫，分出一缕元神罢了，神智自然会受到影响，所以魏勋现在的一言一行都做不得数，而我却是真身入幻境，太不公平了。司命不愧是知命的神仙，利用幻境的变化，给魏勋制造了一个新的命途。几乎是一夜之间，本来安详的朝堂却风起云涌，不少王公大臣谋反，而他们新的主子就是魏勋。我知道这事的时候，正在花园里绣着一双虎头鞋。即便知道肚子里的孩子不过也是一个幻象，即便知道他也许不能出生，可那种母子相连的感觉却是真实的。公主，不好了，驸马谋反了！真意外，手指被扎出了血。什么？我惊掉了下巴，没想到司命玩得这么大。魏勋新的身份是敌国太子，为了大业潜入本朝，委身在恃宠而骄的本公主身边，现在时机成熟，露出獠牙，要把我朝一口吃下。小夭夭，这下我把你和佛子身份对立，想不恨都难。你可别辜负我的良苦用心，得好好的表现了。虽然看不到司命，但他声音得意，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功成身退，
被佛子表扬的那天。你多少也给我点时间准备啊，这也太突然了。不用，我都给你准备好了。话音刚落，我手里就多了一包东西，还来不及细看，一队人马就闯了进来。是赤练，他一身戎装，神情肃杀，快跟我走。魏勋内司居然是敌国太子，勾结了不少官员不说，现在举兵正向着公主府来，八成是想来报复你。不怪赤练这么想，幻境里本就是我死皮赖脸地缠着魏勋，虽然不知道是谁下了药，让我和魏勋生米煮成熟饭，但在所有人眼里，这一切肯定是我预谋好的。所以魏勋现在来公主府肯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报复我。虽然剧情马上就要回归主线，可我高兴不起来，这一下仇恨值拉起。可比原剧情要刺激得多，我能不能平安的苟到下线还是一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思虑过度，我小腹有些发胀。我费力的起身，一抬头就看到魏勋一身清冷的站在花园门口。恍惚间，我还以为是连城、佛子。魏勋眸光动了动，阻止了身后想要冲进来的军队。夫人，我来接你，和我回家吧。不似以往的柔和，平静的让人感受不到他的情绪。魏勋，我不会让你带走夭夭的，虽然你厌恶夭夭，可总归是欺骗在先，报复一个女人算什么？等你我战场上相见。魏勋扑哧一笑，随即收住笑容。夫人，你也这么想吗？小夭夭，想好再开口。司命就和一个吃瓜兴奋的旁观者，还不忘提醒我一句。我想扯出一个笑容，但是失败了。我只有一个家。我知你恨我，不过看在孩子的份上，你能不能放过我？好，我明白了。魏勋皮笑肉不笑，一点都没有之前的温润，更不像连城清冷持重，反而有种肆意狂妄，带着危险的气息。我和夭夭青梅竹马，要不是你，恐怕我们已经成亲。不过我不介意，等你我一决高下，我就娶她为妻。唉，也就赤练将军这个角色还算正常。司命叹口气，赤练挡在我面前，也挡住了我的视线。然后就是兵器相撞的声音，有人拦住我的腰身，让我远离了刀光剑影。我转过头，正好看到魏勋轮廓清晰的下颌，而赤练和他带来的人则被团团地围住。魏勋，你这个小人，以多胜少，胜之不武。魏勋勾起嘴角，我从未说过和你1对1较量。你……赤练被气得说不出话来。在9天的时候，赤练战神话多毒舌，连城清冷寡言，不过每当连城开口，都能压赤练一头。一开始赤练总是看不惯连城高洁不凡的样子，但是千万年下来，也生出了难得的友谊。我被魏勋带回了敌国，让我意外的是，他并没有为难父皇，仿佛高调的现身，带领叛变的军队抢了我之后就功德圆满了。我在他的东宫住了好几天，吃穿用度甚至比公主府还好，宫女太监对我也是恭敬到夸张。只是魏勋却一直没有现身。司命，我现在该怎么办？司命叹了口气，我也不知道了，知命这么多年，头一次遇到这种改戏的。这几天你父皇打算用芝陵公主和亲，却被魏勋直接拒绝。还记得我给你的东西吗？一会儿魏勋来，你得用上。话音刚落，就听宫女喊了一声：“恭迎太子殿下。”魏勋一身华服地走了进来，意气风发。听说你这几日不光没睡好，饭也不好好的吃。他像往常一样坐在我的床边，大手自然地想要抚摸我的小腹，却被我一挡。魏勋手一顿：“这里没有外人，你我不必再拘谨。”夭夭，最后2个字说得一本正经，像是故意强调什么一样。更何况咱们孩子都有了，你在躲什么？我怂了。魏勋，太子，那晚的药真不是我下的，我也查过，可是查不出线索来。魏勋挂着似有似无的笑容，是吗？我还以为你喜欢那晚的味道。那晚我缠着魏勋看书，谁知道手中的古书却变成了一本不堪入目的图册。魏勋的脸色瞬间就白了，双拳紧握，骨节泛白。我想解释，就闻到一股淡淡的花香，那香味似有似无，惹人沉沦。然后我和魏勋就在一起了。佛子饶命，我这就打掉。情急之中，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叫出了魏勋的尊称，更没注意魏勋没有任何意外和反驳。
我端起早就准备好的红花水，谁知还未碰到嘴唇，就被一把打掉。怎么就这么不想生这个孩子？魏勋捏住我的手腕，把我带进他怀里，温热的嘴唇轻轻地擦着我的额头，仿佛不过瘾，冲着我的嘴唇狠狠地亲了上来。我就知道，还好我有后手。司命懊恼的声音响起，可我没办法回答他。魏勋避开我的小腹，把我压在颈背上。好在他没有其他的动作，只是深深地吻着我，好像在补偿自己一样。突然一声门外一声宫女的惊呼，有刺客！然后就是箭雨破空的声音，几支利箭穿透窗纸，瞬间钉在颈背上。对不住了，小夭夭，你只能提前下线了。我拼命地点头，这个剧情不走也罢，再怎么深情也都是假的，我不能沉沦。魏勋护着我，被箭雨划破胳膊，受伤让他动作一顿，身后箭雨又至，冲着他的后背。小心！我用尽全力地把他推开。在魏勋不敢置信的目光中，锐利的箭雨没入我的心中。不，我想笑，可是失败了。我想告诉他这都是假的，可是血从嘴里不要钱似的涌出来，让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伸手想要再摸一摸他的脸，毕竟等到归位后，他又是高高在上的佛子了。但箭雨穿透我的身体，把我钉在了床上，动弹不得。算了，我闭上了眼。魏勋，我的夫君，再见了。我看着头顶床帐有些发呆，隔了好一会儿才接受自己已经归位的事实。我起身，胸口一疼，我拉开衣服，心口的位置有个伤口，这就是真身入境的坏处。不过我视线向下，肚子却平平的。我叹口气，日子还得继续不是？我换好仙士的衣服，走在连城宫中，看着熟悉的景物，一时有些恍惚。连城，连城，宫门外有人喧哗，我连忙回过神来，调整好仪态。9天之上，是个人身份就比我尊贵。我低着头，刚扯出一个恭敬的笑容，还没说话，一抬头，笑容就僵在了脸上。赤练战神，赤身一身华贵的长袍，散发着灵光，看着高调照耀。只是他现在有点急躁。夭夭见到我，赤练向前一步，我后退几步，低头行礼。战神，我家佛子现在尚在幻境渡劫，还未归位。听他叫我小名，我多少有点别扭。毕竟在他池子里的时候，他并不怎么喜欢我，经常用石子砸我，看我在水池里乱跑，他才高兴。所以在见到他，想起在幻境里我和他的关系，就觉得心里别扭。这个司命真是会安排角色。赤练见我疏离，面色一沉，未归。我看是没脸出现吧。这时一道金光从天上划过，落在了宫中，而金光出现的方向则是幻境的方向。赤练也不顾什么礼仪，直接闯了进来，大步地向着灵河池走去。战神，战神，佛子刚刚历劫而归，需要休息。我小跑地跟在后面，根本就追不上他。可到了灵河池，却没有连尘的踪影。难道是走了？我正疑惑着，赤练冷哼一声，走到池边做事，就要揪那颗灵河花。战神不可，那是佛子最喜欢的花，喜欢到梦里都是我偷吃花瓣的画面。最喜欢。赤练表情怪异，随后目光转向池水。这可是连尘佛子的真身啊，怎么9天佛子居然也喜欢说谎了？我脑子轰的一声，神什么？这朵灵河花就是连尘的真身？那他还把我养在灵河池里，那时整个池里就我和灵河，而且我不光嘬了灵河，还吃了灵河的花瓣，怪不得连尘的梦里记得那么清楚。我呆愣在原地，感觉血液都凝固了。一阵水声响起，连尘从池水中出来，纯白的长袍被池水浸透，贴在他身上，泛着淡淡的金光。水滴从眉宇间滴落，又落在了脸颊上。他缓缓地抬眸，目光无悲无喜，只是在扫到我的时候停顿了下。哼，我戳破你，你才舍得出来。连尘从灵河池里走出来，你来为何？我来要回我的人。你的人？连尘轻笑一声，明明没有多余的表情，可就能让人感受到无比的嘲讽。他本是我宫中的锦鲤，是你非得抢走。他嘬了我的手指，沾染了佛子的灵气，就要付出代价。你是知道损坏佛子真身的后果，或者你想替他承担？
连城语气平缓，不经意的目光一扫，带着十足的威压。赤练被驳得哑口无言，为了一个小仙士担着罪名，不划算。我后退一步，踩到一颗石子，腿一软，差点跪下，佛子饶命。连城看了我一眼，似乎对于我没有第一时间拒绝有些不悦。既然知道了，就要老老实实的待在我的宫中，追不追究，要看我的心情。我惊呆了，这是高洁清润的佛子说出来的话吗？怎么带着点蛮不讲理？似乎像是赌气般，又像是撒气般。不过我本就心虚，只得低着头，表示自己的忠心。连城这才满意。连城归位，9天同庆。可作为主角，连城却一脸淡然，好像和他没有关系一样。就连天君亲自登门，都没能让他有过多的反应。听说你此次渡劫并不顺利。连城端着茶杯的一顿，像是想到什么。确实。我硬着头皮进门，天君，您的茶来了。大概是没想到能见到我这个不顺利，天君冷哼一声，转过了头。我想赶紧放下茶杯走人，可天君布了结界，我怎么也靠近不了桌子。连城眉头轻蹙，但很快的就放松下来。他起身亲自接过茶杯，修长的手指划过我的掌心。我下意识的一缩手，就这么一抬眼，就看到连城手上的伤疤和幻境中他坠马的伤口一样。你的伤无事。天君叹口气，堂堂佛子真身入境，结果情节还未度完。等等，真身入境，也就是说和我生米煮成熟饭，成亲，孩子他爹是佛子连城，而不是魏勋。我的罪过简直是没救了。不光如此，还因为我导致连城的情节失败，可是我明明已经按照司命的办法挽回剧情了。佛子，最后我不是死了吗？可最后3个字我说不出口，因为我从连城的目光中看到了一些我读不懂的东西。伤心、愤恨、自责，以及深深的眷恋。可这些情绪都不应该在他身上存在。苍生在连城就在，反之，连城在苍生就在。他必须保持无爱无恨，高洁自持，苍生才能平安。这也是为什么连城要在凡心未动时，用红线来测连城的情节，然后渡劫归位。可为什么连城非但没有消失这些情绪，反而越来越明显？我有什么马上就要冲破我心中？天君和他无关，是我辜负了9天，导致芝灵仙子现在还被困在幻境中无法出来。芝灵仙子也未出来。按说他是连城的情节，两人是经过天君用红线测试的。那天我也去了，一条红绳自动地系在了连城手腕，另外一端飘到了芝灵仙子身边。按照红线是骗不了人的，可是现在一个提前出来，一个困在里面，说明两人渡劫都没有成功。这是什么情况？我浑浑噩噩地走出门口，有些想不明白。正当我发愣时，门内传来了交谈声，天君以为我走了。本君无法窥得幻境内的情况，听司命说这个小小鱼仙竟然对你做了一些不妥之事。早知道你的7情6欲被他激起，我就直接动手了，可现在说这些也晚了，你打算如何处理？我心跳加速，浑身冰冷，虽然知道偷听不对，可脚就是动不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听到连城开口，是啊，苍生因此而受苦，确实不对。我会给天君和苍生一个交代的，到时候必定让苍生满意。我还以为连城不提幻境的事情，是打算放过我，现在我心里唯一的侥幸也没了。我想找司命聊一聊，可是到了他的天府宫，却发现这里乱成一团。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拦住一个仙士。芝灵仙子手下的仙士韩昭擅闯幻境，星君现在正在阻拦，我要去禀报天君了。芝灵仙子的仙士我见过，当时测红线的时候他也在。眼瞅着红线飘到芝灵仙子的身旁，韩昭沉不住气，不等结腕就直接斩断红线。我当时就站在芝灵仙子的身后，看得十分清楚。那韩昭对芝灵仙子的绝对不是普通的主仆情谊，不然也不会反应这么强烈。为之是天君还处罚了他，行刑的时候芝灵仙子挡在他面前。天君，韩昭有错，也是我教导不周，他灵力微弱，就让我一同承受吧。一个想独自承担，一个想分担，十分感人。确保韩昭没事后，芝灵仙子才进的幻境。
当然也有传闻是天君用韩昭威胁之灵仙子，他才答应的。现在韩昭又要出什么幺蛾子，可我没想到的是，这次幺蛾子竟然连累到了我。我本想离开，却遇到了躲避的韩昭，他拉着我竟然一同进入了幻境。我们进入的瞬间，天君和连晨也来了。我猛然想起来，今天是天君让连晨进入幻境救之灵仙子的日子。连晨几乎是没有犹豫，飞身跃入幻境。私自闯入幻境是十分危险的，会被幻境本身攻击。下坠的时候，连晨紧紧地搂着我，因为幻境中任何人都修为尽失，他现在被幻境中的乱流击伤，白色的长袍破破烂烂，被鲜血染透。其实佛子可以等司命开始幻境，安全地进入。你忘了吗？你是我的夫人，我又怎么能扔下你不管？佛子开什么玩笑？不过是幻境中的剧情罢了。我笑得勉强。是吗？连晨意味不明地笑了笑。好在我和他坚持住了乱流的攻击，落在了一个湖泊之中。幻境不小，这里的似乎是个山崖之下，四周都是陡峭的山壁，根本出不去。我扶着连晨找了一个山洞，点上篝火。这下怎么办？你怎么出手帮之灵仙子？连晨受伤不轻，就连脸上都是或轻或重的伤口。连晨闭目，似乎根本不在意身上的伤口。有韩昭在，之灵不久就能渡劫成功，脱离幻境，顺利的归位。什么意思？韩昭是之灵仙子的情节？连晨睁开眼，没错。那你的情节呢？连晨不答，而是缓缓地靠近我，我微微地别过头，躲开了他的靠近。别动！不是我动了，而是你心动了。连晨一愣，脸上露出一抹可疑的红晕，他无奈地笑了笑，是我心动了。我本想打趣他，没想到连晨却一本正经起来。我不是那个意思，话还没有说完，就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那晚的味道。这个味道我死都忘不掉，是我真身的味道，喜欢吗？等等，佛子一直都有记忆。连晨笑了笑，是，我自始至终都是清醒的，只有在幻境中，我才能拥有七情六欲，而不用担心苍生因为我的私情而受苦。本以为能和你有个幸福美满的姻缘，得以支持我以后千万年的孤寂，可司命却偏偏来捣乱，反而让我执念深重，再也忘不了你。什么九天佛子，我根本就不想当。连晨笑得肆意，一双眼睛盯着我的双唇，带着不加掩饰的侵略。他不停地靠近，我不停地后错，直到后背抵住了洞壁。佛子，还是苍生重要。我嗓子有些发干，自己说出的话都没有多少底气。因为连晨身上的花香味越来越浓，灵和授粉才会发出香味，招揽蜂蝶。等我醒来，人已经回到了连晨宫中，之灵仙子也渡劫归位，而我因为连晨禀报天君，说我护主有功，不但没有处罚，还有功劳。天君有些不情愿地问我赏赐，我想了想，我听闻9天有种秘术可以制造灵魁，一切看似尘埃落地，可唯有连晨的情节还未渡。天君拿出红线，红线自动地系在连晨手腕，而另一端这次却没有飘向之灵仙子，而是众目睽睽之下系在了我的手腕。原来那日红线想系的也是我，只不过因为我站在之灵仙子的身后，又因为身份低微，所以包括韩昭自己都觉得是之灵仙子，所以他一怒之下，不等红线落下就斩断了红线。一时间，在场所有人都面色难看，各怀心思。连晨冷笑一声，司命星君之命不利，该罚。韩昭扰乱幻境，也该罚。司命和韩昭被连晨罚入了新的幻境中。据说这个本子是月老写的，司命和韩昭一个为男子，一个为女子，要经历时事情节才能破境归位，至于究竟是谁是男子，谁是女子就不清楚了。大概都不是本心。天君第2天就来找连晨，问他到底怎么给苍生交代。话里话外地就是该如何处置我。天君看我不顺眼，这是我早就知道。连晨坐在榻上温柔地看着我，灵魁已经养得差不多了吧？我一愣，点点头。连晨笑得灿烂。1个月后，9天佛子连晨在自己宫中安然的圆寂。可佛子悲天悯人，
用一丝魂魄封住真身，用来保佑苍生。老爷老爷，夫人生了。凡人一处宅院中，稳婆激动地出来报喜。修长伫立的男人恍然回过神来，我夫人怎么样了？夫人没事，就是累得睡了过去。男人点点头，一眼都没有看自己的孩子，就让下人赶紧抱走，害怕打扰到床上昏睡的女子。夭，孩子的名字我已经取好了，就叫魏鱼吧。说完，他掏出一只有些破旧的虎头鞋放在了枕头边。全文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